日常通勤遇上户外生活，鱼和熊掌能兼得吗？你想要城市里面好开省油，你就要接受它越野时力不从心；如果呢你追求乘坐舒适啊，你就得接受它装载能力不足。这好像是大部分人买车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啊。所以真的没有一台 SUV 它能全满足吗？这不，我今天整来了2辆当下比较火，并且是我认为能满足全场景需求的 SUV， 探险者昆仑巅峰版24款普拉多 TX 6座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2台车从早到晚，从城到野，在不同的场景下，它们的表现怎么样？首先，外观方面，探险者采用了硬朗大气的设计风格，整体车身线条流畅，非常有力量感。尤其是这台昆仑巅峰版本，前脸格栅做了黑化处理，车身颜色用了专属的阿尔金橙，看上去非常霸气。细节方面 ，C 柱有一个昆仑山象形的标志，轮圈和尾标也换成了黑橙双拼的配色，整体显得特别运动，辨识度也直接拉满。内饰的话，以豪华舒适为主，大面积的高级麂皮设计，座椅也很贴合人体工学，坐上去能明显的感觉到包裹感，腿部和腰部的支撑力也恰到好处。还有 BIO 的音响，质感非常的不错，音质呢也非常的细腻，在车上听歌呢就有一种在小音乐厅上的感觉。昆仑巅峰版在这些基础上还做了一些细节上的改变，比如说撞色的设计，还有专属的山标图腾，让你一上车就有一种想奔赴诗和远方的冲动。空间方面，探险者的轴距超过3米，前排呢在一个正常坐姿的情况下，咱们到后排看看，后排的腿部咱们看看1、2、3拳半的一个距离，平时呢2郎腿是轻松翘起，加上中间几乎是全平的，坐满3个人也不会觉得拥挤。后备箱空间更是惊喜，如果呢把2排座椅再放倒啊，容积更是扩展到了2487升。平时周末喜欢出去玩的朋友们呢，就是喜欢一些户外运动啊，鱼竿、帐篷等等的烧烤工具全部放进去都还有剩。OK， 咱们再看一下普拉多，它的外观延续了经典的越野车造型，方正的车身轮廓搭配一个简约的前脸设计，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轮毂样式偏实用，车身线条比较直，然后缺乏一点精致感。内饰也是以实用功能为主啊，后排的座椅触感比较粗糙，中控布局相对比较简约，功能配置呢都是比较基础的，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就怎么说呢，非常的一个老派越野车。空间方面也是中规中矩吧，咱们前排调整好一个正常坐姿后，去后排看一下。OK， 咱们后排正常坐姿，腿部有1、2、3拳的一个距离，它的后备箱空间还是不算小的，不过因为放倒3排之后有一个较大面积的凸起，所以它的空间利用率呢还是没有探险者的这么好。现在我们把2台车都开起来，模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通勤的一个场景，每台车呢都各开50公里，我们会经过城区、高速、拥堵路段等等，我们来看一下这2台车的油耗表现到底怎么样。哇，我没有想到在高速路段这台车都能这么安静，你们听一下。哇！它车窗关上之后呢，外面的车流声跟鸣笛声都直接被隔绝了，这都得靠它的 ANC 主动降噪系统，还有前挡风5层的夹胶玻璃，加上主副驾的双层夹胶玻璃，让这台车有图书馆级别的 NVH 调教，不管是发动机运转的噪音，还是胎噪和风噪，都被控制得非常好。刚刚走完高速，现在到城区了，就我还挺意外的，没想到探险者这么大的一台车，在这种拥挤的街道啊，开起来都还非常的灵活，不愧是基于 CD6 众智后驱平台打造的。车长呢超5米的中大型 SUV， 转弯半径才5.9米，以前要到2把才能掉头的路，它直接1把就轻松通过了，而且呢方向盘转向也很精准，像说在车流中就像开一台紧凑型的车。要省的。OK， 咱们现在换普拉多，也是一样的路程，满油的状态直接出发。现在高速路段，我们的时速是在100公里每小时，能明显的听见外面传来的风噪声。这台车呢，是因为没有降噪的设计，所以长途驾驶还是有点不太舒适的。在城区行驶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车辆的操控差点意思。过路口转弯时，它的半径很大，需要提前预留充足的空间。遇到狭窄路段会车的时候啊，更是要小心翼翼的，全程神经都紧绷着。OK，
咱们普拉多是同样满油出发，然后跑了同样的里程数，我们加的是95号的汽油，花费的是83.54元，这个对比探险者明显是高了不少的。如果长期通勤下来呢，这个成本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前面的一些测试主要是展示城市用车的一些痛点，对比下来呢还是很明显的。不过既然要满足可乘可野，越野测试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说不定普拉多在越野方面的能力还会更好一点，咱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现在来到了非铺装路面，直接试一下这台探险者。哇，它这个通过性真的是远超我的预期。它标配的全钢底盘装甲能有效的保护底盘部件，223毫米的离地间隙，过这些坑坑洼洼的路段都不用小心翼翼的去判断深度，直接就能开过去了，都不会刮到底盘。双球节前悬架加 HB 后悬架的优势也发挥出来了，车身震动呢被过滤的非常柔，坐在车内稳如泰山。像这种碎石路呢，它都不受影响，非常的从容。因为它的 TMS 地形管理系统拥有6大驾驶模式，可以轻松面对不同路的路况。当车轮压过碎石出现轻微打滑的迹象时，它的脱身 B 型限滑后差速器立即就发挥作用了，自动将动力分配到有附着力的车轮上，车辆呢瞬间恢复稳定。只要稳住油门就能轻松往上爬，全程呢没有任何的顿挫感。再看普拉多，这个是越野老手了，不过它的离地间隙呢是比探险者少了13毫米，遇到一些深坑呢还是得小心。遇到碎石路呢，普拉多也是能顺利通过的，它的动力也足够，但是呢车内的颠簸感是非常的明显，人是跟着车一起晃来晃去的。反正我的感受呢就是两台车的越野能力差不多，普拉多能过的地方呢，探险者也能过。OK， 我们今天从城市通勤到越野试驾，探险者昆仑巅峰版用真实的体验证明了什么才是一台优秀的城市加户外 SUV。它既有 CD6 平台带来的灵活性，也有全钢底盘限滑差速器赋予的越野底气，既有豪华舒适感，也有超大的空间和装载能力。而普拉多作为经典车型，在可靠性上有口皆碑，但面对当下用户对于全场景适配的需求，在灵活性和舒适性上难免有些吃力的。所以说，这可能也是保值率方面普拉多不如探险者的原因吧。今年连续3个季度在国产燃油中大型 SUV 里面，探险者的3年保值率以来一直都是这一个。那说到这儿了，兄弟们该怎么选心里应该有数了吧？直接冲就完事儿了。